好，大家好，我是黄牛。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小米刚刚发布的 CV3之前这个系列的机器其实多少有一点不温不火但是这次小米来势汹汹首先它首发了天玑的8200 Ultra 这颗处理器，然后还有大哥数字系列的小米影像大脑的这个下放，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手上有两个配色我手里这个叫奇遇金，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薄荷绿，这个绿色好，你夏天很清新67瓦的充电头，数据线。我右手边这个是它的2代你别说，这个3代确实简洁大气了一些，但是我估计很多小伙伴这时候都还打问号了确实挺蓝厂气息的尤其它这次也是做了一个腰线的设计，然后也是左上的这么一个圆形的镜头模组不过它的这个闪光灯呢是放在了外边，然后有3颗摄像头主镜呢是5000万的 MX800，这样猛的看过去确实挺像蓝厂的机器。官方名字叫双生双色设计它是同一个色系只不过是颜色上做了一点点改变。金色版本这个不是太明显这个薄荷绿就更加明显一些，上半部分偏白一些整个看起来还是非常冰爽清新的。夏天使用的话，这次全系中框也都是塑料材质的，提醒你注意。然后它镜头外圈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手表的那样的刻度纹的处理这个设计在今年很多厂商中都非常流行。只有173.5克，很久没有拿到170几克的手机了，确实非常轻盈。它的厚度呢也只有7.56，并且它前后都做了收弧的处理，所以初上手感觉这手机真的非常轻薄它的宽度只有71.7毫米，所以单手的握持感，如果女生比较小的话，这掌控感也是比较强的。当然它也做出了一些牺牲，它的电池是4500，最近的这些机器里边我们拿到应该算是比较小的一个了有得有失正面边框照上一代提升是非常大的，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但下巴肯定还是要稍微的宽一点点2.4毫米的这个下巴，它是一块6.55寸的120赫兹的 OLED 屏幕，1920赫兹的高频调光正面呢依然延续了上一代这个中置小药丸的这么一个设计它也是2颗镜头，这2颗都是3200万的三星 GDR一个78度，一个100度的超广。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提升比较大的影响。打开相机，第一眼的改变就是13 Ultra 那一套相机交互界面并且还支持环形变焦，12S Ultra 到现在都还没用上干翻大哥可以打在公屏上。这次继续优化前置体验新加入了清新自然、质感胶片2种风格滤镜，并且图标也向大哥靠拢不注意看还以为 CV 也有徕卡标了。喜欢这种设计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我们又花了3杯奶茶重金请了一下小姐姐2种滤镜风格，小姐姐本人表示更喜欢清新自然面部整体感觉会更亮一些，然后肤色红润有气质，而胶片质感呢则更加偏向于真实。其实大家应该也发现了这俩就像徕卡生动和徕卡经典的区别，但名字不能那么叫这手机的策划还是聪明的。我们也拉上2台 OV 看一下在前置默认的情况下，3家成像风格都不一样。OPPO 磨皮美白最明显，vivo 在不开启前置人像时几乎没什么美颜，小米则是中和了2者保留了面部的部分细节没有那么过分美白。但美颜本身好不好看是一件非常非常主观的事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争论。比如这组样照，我们工作室小伙伴都分成了2派一部分觉得小米好看，另外一部分觉得 OPPO 更好看1和2你喜欢哪一种可以评论弹幕。默认人像模式下，小米和 OPPO 会自动开启虚化，vivo 加上了美颜，但不会自动开启虚化。小米对面部磨皮和肤色处理依旧是保守向的，保留了肌肤的纹理和脸颊两侧这种微微红润的感觉。当然这种做法还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在边缘发烧的处理上这次也挺自然。前置柔光灯支持色温调节到了5档之前是3档，在极暗场景下前置补光也更加自然了一些并且录像规格前置从之前的 1080p 60到了 4K 30，后置主镜 MX800 老朋友了小米红米都有机型搭载，我们也简单拍了一下。白天基本差距都不大，主要就是色彩风格的区别。CV 成像更偏真实一点当前版本夜景色彩表现不稳定会出现一些白平衡翻车的问题。感觉小米的机械在早期很多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比如这样。
并且在极暗场景下呢，还会出现糊片的问题啊。对于这么成熟的一套配置来说啊，这种问题还是比较低级的了。CV3 的夜景拍摄，还是会有一些糊片的问题。我们也专门实测了几次，确定不是我们手抖，这种要加紧更新修复。性能配置方面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关键的就是天玑8200 Ultra 的首发啊，这次也是 LPDDR5 加上 UFS 3.1啊，而且作为一个偏颜值偏拍照的手机，它同样是12GB 起步，最高可以选到16加上1TB 数据库。首先，大家期望不要太高啊，因为它工艺方面完全和8200是一样的啊。这 CPU 采用了1+3+4重启啊 ，GPU 呢是马力 G610，主要区别呢就是它加持了小米的影像大脑。是的，你没听错，其实处理器的底子是没有变的啊，所以纸面上啊娱乐图表现啊都几乎一样啊，大差不差。CV3 867000多，甚至还要稍低于其他2台8200的机型。Geekbench 6 CV 单核是1242多和3952，属于中等水平，高于 vivo， 但也没有 iQOO 那么激进。中负载王者啊 ，C 位终于支持王者120了啊！之前几代都是90高清啊。数据库标准下呢，帧率一条直线啊，平均119.6，波动只有1.3帧，功耗刚刚过4瓦，表现好于 S16 Pro 和偏游戏属性的 iQOO 基本不相上下。不过啊，能达到这个成绩，它的温度啊，单看的话也是3台里面最高的，王者120都到了43.3度。中负载原神对于8200来说就没那么轻松了啊 ，C 位平均56.3帧啊，游戏到13分钟时会强行锁帧到55啊，不过稳定在55帧之后，体验其实还行。之前我们夸过这类型的调度，到最后几分钟 BOSS 战啊，它又重回60啊，平均波动是15帧。iQOO 这边没有出现什么锁帧的情况啊，但是激进的调度导致后半段出现了一些过山车式的掉帧啊，波动还要更高一些。C 位的功耗控制的也还 OK，5.5瓦，温度方面也不错。这次 CV3 方方面面啊，其实能看出来小米想要改变的这个决心。首先就是 ID 方面，这2台机器你拿在手里，你别说不是一个系列了，都不是一个品牌做的啊。但综合来说，这次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影像升级，尤其是前置方面。如果你要是特别追求续航啊、性能释放的话，那这台机器可能不是你的菜，依然还是面向于偏女生的啊这一群小伙伴，比较重视轻薄手感和拍照。OK， 满分10分的话啊 ，CV3 你给几分？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数据，我们都已经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